在美国买房子一定要注意了，如果这个结构没有设好的话，税会直接翻倍。很多人第一次在美国买房，最容易踩的坑不是贷款，不是过户，而是买房的持有结构没有设对，税就会直接翻倍。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有些人图方便，房子直接写自己的个人名字，看起来是最简单，而且没有毛病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个人名下持有房产，所有的税都要跟着你本人算。比如卖房子就要交资本利得税，可能交遗产税，最高40%。房子传给孩子还要重新评估税基，结果就是同一套房子，税可能直接翻倍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，尤其是高净值家庭，从来不把房子直接写在自己的名下，他们会用两种结构来优化，一个是公司，一个是信托。用公司来持有房产，可以隔离风险，灵活转让。比如说，转公司的股权就能变更持有人，不用重新过户，还能节省税务的成本。用信托来持有房产，能把房产所有权和受益权分开，法律上实现风险隔离、隐私保护，还能提前写好传承规划，谁继承、什么时候继承、怎么分配。更关键的是，只要信托的结构设得对，房产税基可以延续不中平。比如你父母花几十万买的房子，现在价值100多万，如果说直接过户到你的名下，税务部门就会按照当前的市价重评，房产税就会直接翻倍。但是如果通过信托传承，税基就可以沿用父母的原始价格，在加州每年涨幅不超过2%，几十年下来可以省下一辆特斯拉的钱。很多人这才发现，决定你交多少税的不是房子在哪里，而是名字在哪里。同样一套房子，如果写在个人名下，那就是高税的模式；放到信托或者是公司里面，那就是合规的节税模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老移民、富人甚至不少的中产家庭，他们早就习惯了用信托或者是公司来持有房产，不仅税更轻，而且还能保护隐私，避免遗产认证，家庭传承也更加稳。所以要记住了，买房子不仅要看价格，看地段和贷款，最关键的还是持有结构。如果这个结构没有设好，房子升值是假的，多交税是真的。最近不少人在买第二套房子和第三套房子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重新搭结构，把房子放进信托或者放进公司，这样不仅少交税，连未来的传承路径都规划好了。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规避风险，少走弯路，可以帮您避开这些坑。投资美国地产，读不懂规则，处处都是限制；读懂了规则，处处都有技巧，让您在房产买卖上少走弯路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欢迎订阅，感谢支持。